印度之后，土耳其也公开背叛，俄罗斯战略困境将进一步加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前两天我们刚刚说过，印度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仅仅几天之后，与俄罗斯有着特殊关系的土耳其也变脸了。土耳其虽然是北约国家，但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充当着危机调停者的角色。土耳其之所以能够成为俄乌冲突的大赢家之一，就是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一边能够从俄罗斯购买廉价能源，另一边呢，又通过对俄罗斯的转口贸易赚取差价，甚至要成为俄罗斯天然气出口至欧洲的中转站。与此同时，土耳其还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可以说是好处占尽。而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态度呢，也比较暧昧。一方面，普京需要与土耳其保持良好的战略互信，以便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协调。第二，俄罗斯与乌克兰进行的谈判几乎都是在土耳其进行的，特别是涉及粮食出口协议的谈判和交换战俘的谈判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由于俄罗斯与土耳其有着特殊的关系，埃尔多安一度阻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还被一些媒体解读成这是土耳其送给普京的一个重要回报。然而，形势在今年的3月份发生了重大转变，埃尔多安政府宣布将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停止为俄罗斯灰色进口提供服务，就是不再向俄罗斯提供西方制裁的产品。第二，禁止土耳其公司为俄罗斯飞机提供燃料和相关服务。第三，禁止土耳其的航空公司从俄罗斯进口燃料。第四，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将把欧美的政策作为对待乌克兰问题的底线。如果土耳其全面执行这些措施的话，意味着土俄关系的严重后退。这是土耳其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首次明显地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土耳其之所以改变立场，主要原因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埃尔多安在国内选举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其政府会不会在这次选举中被反对派推翻，现在看形势非常不妙。而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将直接影响着西方国家对埃尔多安政府的支持，也会影响到土耳其国内的舆论。第二，这可能是土耳其评估了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的得失之后的一个结果。土耳其与印度的情况比较类似，会不断地观察俄乌冲突的进展。俄军在战场上表现得越被动，普京能给土耳其的利益就越少，埃尔多安政府的屁股就会往西方国家这边靠一靠，这是不可避免的。第三，这可能是美国与北约共同施压和协调的结果。美国正在利用向土耳其出口 F-16V 战斗机这个事儿来拿捏土耳其。同样的情况也是北约正在做的。土耳其到了必须交投名状的时候了。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加入制裁后对俄罗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它有可能会切断西方产品进入俄罗斯的主要渠道，特别是半导体和电子产品，而这些产品呢，将影响到俄罗斯的精确制导武器的生产。土耳其政府已经向欧盟委员会承诺，从3月1日起不再向俄罗斯供应受欧盟、美国或英国制裁的商品。从乌克兰军队缴获的俄罗斯现代化武器的零配件的来源来看，从西方国家购进芯片仍然是俄罗斯不可或缺的。2023年1月份，土耳其对俄罗斯的出口量从上个月的13.13亿美元减少到了10.43亿美元，下降了20%。从3月1日起，土耳其海关已经停止处理将货物运往俄罗斯的报关单，这导致从第三国进口到土耳其，然后再出口给俄罗斯的货物交付被封锁。
第二，土耳其此举将降低俄罗斯能源出口的收益。土耳其禁止国内的航空公司购买俄罗斯的燃料，只是第一步，后续也会加入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制裁，这也将大大冲击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我们要注意，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是很难被替代的，因为其主要能源出口管道设施都位于欧洲方向。第三，土耳其的制裁将会使俄罗斯必须重建西方产品供应链渠道，这也意味着其进口成本的上涨。对于俄罗斯来说，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再建立一条替代土耳其转口贸易的渠道，比如可以放大从阿联酋进口的规模，或者从中国和印度增加转口贸易的额度。但是这些通道的建立必然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也有可能会因为西方制裁措施的完善而最终被切断。总体而言，土耳其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将进一步恶化俄罗斯的外部环境。俄罗斯要替代土耳其这个特殊的存在，可能还需要几个月的缓冲时间，而西方国家也一定会想办法弥补制裁措施中出现的漏洞。这场较量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俄罗斯精确制导武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冲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